鬼市杂谈之压口钱。我那一阵迷上了弹弓射击，每天晚上都会找个隐蔽的地方，用各种东西当做目标，练习准头。一天晚上呢，我正在用几个酒瓶子练习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的林子里传来了几声鸟叫。这可把我高兴坏了。要知道，这喜欢弹弓的人，谁不想打几只活的东西？我一转身，就顺着那几声鸟叫钻进了小树林子。可在树林里转了几圈，不但没见到鸟的踪影，这反而一不小心不知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跤。这一下可把我摔得不轻，这小树林里都是碎石，我又没加防备，顿时整个身体呢都趴在了地上。可当我抬头看见我绊倒的东西时，更是吓得三魂抽的蹊跷。那是一个死人的头骨，从土里露出了一半，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烂得残缺不全，刚才被我一脚又踩碎了很大一块。我虽然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，这平时呢晚上一个人在山上乱跑也不害怕，可是一想到这林子底下也许是古时候的坟地，这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发毛。遇上这种晦气的事儿，我也没有心思打鸟了，匆匆离开那个树林，往家里走去。我当时住的地方离这个小树林大概有1公里远的距离。我步行回家的时候，总是感觉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有时用余光都能看到身后似乎有个黑影，可是回头看去又看不到，那种感觉非常的诡异。我一直在心里跟自己说，那都是心理作用，可这一路上那种感觉却越来越强烈。好不容易熬到家，我马上死死地关上门，才长出一口气。回家后呢，我把在外面穿的衣服脱下来，换上睡衣想睡觉。可这时突然当啷的一声响，一个金属的东西从我的牛仔裤里掉落到了地上。刚开始我以为是个硬币，可低头一看，发现呢那东西是个黄绿色的铜钱。我顿时很高兴，这种东西这些年好像有很多地方收，好像还很值钱。我打鸟的时候高高的举起裤腿，这东西肯定是摔跤时带到裤管里，看来这一跤摔得还挺直的。我想着明天去古董街找人看看那铜钱，就顺手把它放在床头睡觉了。可是呢，这半夜里我被冻醒了。其实我发现自己遭到了鬼压床，全身都不能动了，只有眼睛努力的才能睁开一条小缝。可就是这一条小缝，让我发现这身边躺了一个黑影。那黑影的面部呢，看不清楚，属于半透明的样子，让我想起回家时余光里看到的那个东西。而他大张的嘴巴的位置，就正好是那枚铜钱。我当时脑子是清醒的，我想这个鬼影一定是跟着那枚铜钱有关系，可我的身体始终是动不了，就那样一直跟鬼影并排躺着。那时的感觉，我直到现在也不敢去回忆，不知道那样躺了有多久，我的意识慢慢模糊了。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我发现这自己的身体又能动了，我大叫一声，一骨碌地爬了起来。我下意识地往那个鬼影躺的地方看去，这黑影已经不见了。可是就在那个鬼影昨晚躺的那个地方，却出现了一片非常诡异的人形印记。我穿好衣服，跑到后街镇文化市场古玩街一条街，不为了卖到铜钱，就想找人看看这东西，按说是辟邪的，但是这枚为什么这么邪门呢？这枚铜钱可没人敢收啊！
一个专门买卖古币的老店主接待了我。他拿着那枚铜钱，这又是闻又是看的，琢磨了半天。这应该是一枚死人的压口钱，这别的普通铜钱由于流通广，这沾染的阳气重，都可以辟邪，可这个却跟我说这枚铜钱应该是古代死人的压口钱，这非常的邪门，他可不敢收。那老板跟我说啊，古代人死了以后，大多都会在嘴里放一枚铜钱，叫做压口钱，也是普通人死后唯一能带走的财富了。盗墓的都不会去动，否则会被死者的亡魂纠缠死的。我想这枚铜钱应该就是我昨晚见到的那个骷髅的压口钱吧，被我不小心带了回来。而那个黑漆漆的鬼影，就是死者的亡魂来找我讨这枚铜钱的。我趁着白天，又大着胆子跑回的昨天的那个小树林，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那个骷髅，把铜钱又放到他的嘴里。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什么鬼影了。中国鬼实录之断头公路。不过这里的人都已经习惯了，多数的乘客都在车上睡着觉，而我那时睡不着，就一直在玩手机。当时车上很安静，除了偶尔车辆颠簸一下，就是一风吹过车体发出的声音。我也玩得特别的专心。大概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突然在我的座位旁边传来唰的一声，我下意识地往旁边的座位一看，这一看当时把我的魂都吓飞了，我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，死人了！坐在我身旁的一个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头不见了，只剩下半截身子还在呼呼的冒血。快听着，死人了！我的一声惊呼把其他睡觉的乘客都吵醒了，大家也都回头看到那恐怖的一幕，顿时车厢里就乱了起来。谢谢，是主播如己出的关注。司机听到大家喊叫，一脚踩住刹车，车停在了盘山公路上。快来看看，这人脑袋没了！只是包括我在内很多后面的乘客都躲到前面。说实话，这谁愿意跟一个无头的尸体待在一起？司机停下车，一看到那个突然没了脑袋的尸体，这马上就报了警。然后司机带着2个胆子较大的乘客一起前往来时的公路，去找那个尸体的头，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在那儿呢。大概走了500米左右，我突然听见走在前面的司机大叫了一声，原来是找到那颗人头，它就落在公路的路面上。我们当时看到那个脑袋眼睛都没有闭上，半张着嘴巴，好像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死了一样。他脖子处的切口非常的整齐，应该是被锋利的东西在一瞬间切掉的。我们当时四下一看，并发现了罪魁祸首，那是一个金属的路牌，就立在公路边的悬崖上，一边还有鲜红的血迹，看来就是他切掉了那个乘客的脑袋。这事故啊，也真是凑巧。我和另一个一起来的乘客都觉得，这事儿虽然有些离奇，但也只是个意外事故，倒算不上恐怖灵异。这可不是啥事故，这是让这断头公路啊给诅咒了。但那个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年的司机却说，这事可不简单，都是这条断头公路太邪了才会这样子的。啥断头公路？跟我们说一说吧。我们没有听过什么断头公路的恐怖传说，就要那个司机给我们讲一讲。说说可以，但你们那可不能外传。那司机叮嘱了我们几句，不要外传，就点了根烟跟我们说了起来。这个地方以前呢就经常死人，这可邪门了。他说这条公路没有修起来之前，这是一条盘山的小路，以前呢是走马帮的，
由于这个路段陡坡弯急，不知道死过多少人和牲口，煞气很重。现在啊，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呢，就死几个。后来政府修好了公路，把弯路给修缓了，悬崖呢也做了加固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这里还是经常出事，这隔一段时间就会死几个人。后来公路局实在是没办法了，要在这里立一个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的牌子。当时立这块牌子的时候，怕路窄出意外，还专门设路障把路给封了。可是没想到还是出了事儿。一个山下的青年买了一辆新摩托车，想到盘山公路来兜风。看到封路，他也没有停下，反而鬼使神差地穿过路障，飞速行驶了起来。而当时呢，这个路牌还没有立起来，正平着吊在了半空中。那骑摩托车的小伙子看见时，刹车已经晚了，脑袋当时就被切掉了。这事过去没多久，那个牌子还是被立上了，但是断头的事儿也从那时候开始频繁出现在了这里。过了1年以后，一次风特别的大，那路牌不知怎么的就被风吹得掉下来，直接插在一辆过路车的前挡风玻璃上，车里的司机也被当时就切掉脑袋。从那以后，就像是受了诅咒一样，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在这里丢命。正在那司机说的我们背后发凉的时候，交警已经赶了过来，他连忙跑过去配合处理。2个交警在对所有的现场勘察了一遍以后，给出了这起事故的调查推论。应该是那个乘客坐不惯这种盘山公路上绕圈的客车，有些晕车了，就把头伸出去想呕吐。可这时候正好司机要拐弯，所以车辆就靠外侧悬崖处有些近，正好与那个路牌擦身而过。车辆的速度带来的强大惯性，一瞬间惨剧就发生了。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，大家呢不要听信谣言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鬼。其实这样的事故过程，交警不分析，我们也都猜到了。可是接下来交警的一番话，却让我陷入了沉思。如果刚才没有听到那司机的讲述，我一定会奇怪交警为什么要莫名其妙的这么说。可是现在2个人的话结合起来，那辆客车跟着交警留在原地等待处理，司机呢联系了另外一辆车，把我们送往目的地。离开那个路段的时候，我心里正在想，这交警的话似乎真的印证了司机关于这个恐怖的断头公路的传说。后来我因为工作原因，经常要走那条盘山路，也听到更多关于断头公路的事儿。经常在这条路上开车的司机都说啊，这个路段每隔1年都会死一个人。更可怕的是，不管是撞车死的，还是掉落山崖死的，死人的头颅都会跟身体分开。这些年呢，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在这里断了头了。中国鬼实录之鬼抬轿。你这家伙是不是喝多了？怎么走路直晃悠啊？那时我和同村的好朋友龚亮毕业后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城里打工，我们把村里的土特产拿到景区的农家乐去卖，挣得比他们多了。哎呀，不是，这我肚子好疼啊，我得去大便。你是真烦人啊，我前面等你。一次我们俩去景区给客户送完货后，直接在农家乐里吃了饭，还喝了点酒。回村时已经很晚了，我们俩就抄了个林子里的小路回家。走到半路，龚亮可能因为今晚吃的太多，去树林里大便，我就在不远处的路边抽烟等他。我看他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，就掏出手机来玩一个小游戏打发着时间。
可正在这时候，我听到身后的林子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似乎还伴随着敲敲打打的锣鼓的声音。我当时觉得很奇怪，这大晚上的，怎么还会有人到这偏僻的林子里来呢？我就绕过2棵大树，向后面的林子里看去，却看到有几个穿着大红色古代衣服的人，抬着一顶轿子在山路上走。那顶轿子也是大红色的，这虽然是晚上，看上去也非常的鲜艳。而那些抬轿的人步调一致，走得不紧不慢的。我从小就在这片大山里长大，半夜鬼抬轿的传说呢，经常听老人们讲起，都说遇到鬼抬轿一定不能惊动，否则就会被带走。我那时拼命地屏住呼吸，害怕被那些人发现。可是想到这个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那铃声在死寂的丛林里显得特别刺耳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。我知道一定是公亮找不到我打的，怕被那些鬼发现，慌忙拿出手机挂掉了电话，并且关了机。可当我弄完再次看向那个鬼轿子时，却发现那些抬轿的人都不见了，山路上只剩下那顶鲜红的轿子。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不但没有抓紧掉头离开，反而是对那顶轿子起了强烈的好奇心。然后我就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，围着轿子转了几圈。这后来想想，那时的我就有些不对劲儿了。我记得当时我走到轿门前，开始对里面产生了兴趣，觉得里面是不是应该坐了一个身穿古装的绝世佳人，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我想掀开轿帘看看，那种欲望特别强烈，当时脑子里只剩下这个念头。当这个念头实在控制不了的时候，我伸出手把轿帘给掀开了。那里面空空的，并没有什么千金大小姐，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失望的感觉，只觉得那里面是有什么特别的魔力，让我的脑子开始迷迷糊糊的。但是那种迷糊的感觉并不难受，反而心里变得平静，特别的舒服。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，就是想坐进去，好像坐进去是我唯一该干的事儿了。当我在轿子里坐好以后，一下子感觉所有的凡尘俗事都不再重要了，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。似乎天地之中的万物都已经离我远去了，但是都不重要了。而现在轿子里面的这个世界才是属于我的。而正在这时，我感觉到轿子忽忽悠悠地晃荡起来，好像正在往前走。而那时我的脑子有了一瞬间的清醒，想要知道是谁在抬轿子，这又要把我抬到哪儿去呢？我打开轿子窗户上的小轿帘，往外面看去。只见刚才看到的那几个穿红衣服的抬轿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正用轿子抬着我往前走。这次离得比较近，我看到那些人都戴着蓝色的大金帽子，皮肤是那种奇怪的青色。那些人的样子给人一种很怪异的感觉，不像是普通的活人，更像钟馗庙里那些打翻的小鬼儿。表情呢，也是有哭有笑，有怒有悲，各不相同。前面有人打着录影，中间有人抬轿，后面还有人跟着敲锣。一行人井然有序地顺着山路往前走，我也忘记了这到底走了多长时间。而我那种感觉，这似乎永远没有终点的旅程有些诡异。难道他们要把我抬到阴曹地府吗？那一阵的清醒让我觉得必须尽快离开这顶轿子，
叫他们停下是不可能的，大不了我就跳下去吧。我偷偷用手打开轿门上的帘子，想找个机会逃走。可没想到往脚下一看，我顿时一阵的眩晕。那下面不再是山路，而是一片迷蒙的虚空。我不知道那下面是什么地方，但是我知道，只要我跳下去，就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彻底放弃了，坐在轿子里，任凭把我抬到任何地方。这忽忽悠悠的，不知道又走了多久。突然前面出现了一片的灯光，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古典宅院。很快，轿子在那个宅子门口停下来。我仔细一看，那个大院落并不像是真实存在的，更像是那种纸扎的。但是里面灯火通明，让人有一种想要进去的冲动。我正想抬腿走进去，突然左手臂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。喂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快停下来啊！可就是这钻心的疼痛，让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清醒过来。我回头一看，是宫亮在拼命地拉我的手。你别拉我，很疼的，放开我的手。可能是我还没有完全清醒，手臂上一阵阵的疼痛，让我张口骂了宫亮2句。你疯了吧？你看看你在哪里，我能放手吗？而宫亮的一声怒吼，一下子就把我叫醒了。我低下头往身下一看，顿时冷汗就流了下来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一处悬崖的边缘，要不是宫亮拼命地拉着我，我早就掉下去，摔成烂泥了。一阵山风吹过，我浑身一个激灵，这才拼命地往后退去。刚退了2步，我就双腿一软，瘫坐在了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哎，你这家伙刚才到底是怎么了？宫亮问起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，我好半天没有回答。说实话，想起刚才自己的诡异经历，我现在还是一阵一阵的后怕。看你刚才那样子，应该是被鬼给迷了眼睛啊。宫亮见我没有回答，就跟我说起刚才看到我的样子。喂，你要去哪儿？宫亮说他刚才出来以后没有找到我，打我手机又被挂掉关机，就在附近找我。后来在一条废弃很久的山间小路上看到了我。喂，你等等我，你说话啊！喂！他连忙来追我，可是怎么叫我也听不见，就像是聋了一样。后来我就直接走到这个悬崖边，而且一点儿也不减速的。要不是他及时追上来，一把拉住我，我现在已经摔得粉身碎骨了。我听完他的讲述，也慢慢回过了神儿，跟他讲起我刚才经历的恐怖遭遇。他听完也是吃了一惊，万没想到，在我们当地老人总是说起的鬼抬轿，以前我们只是当作故事在听，没想到今天真的被我们给遇到了。这门还是不吃的，一会儿呢要找人换个锁，这太不安全了。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，很多设施都跟不上，更不要提什么好的物业服务了。不过里面收拾得还挺干净的。可是我们2个刚毕业的穷学生，家里条件都很一般，也没有富裕的男朋友，也只好认命了。这挑了1个星期天，我们俩带着本来就不多的随身物品就搬了过来。这房子里所有的物品都很老旧，不过倒是挺干净的，好像刚刚被收拾过。墙角处堆放很多的8四消毒液的空瓶子，这房间里呢，也各种都是消毒液浓重的气味。哎呀，这味道真刺鼻，好难闻啊！还好吧，至少说明没有细菌啊。我很讨厌这种气味，但是室友小青倒是不在意。她说她妈妈
有轻微的洁癖，从小家里就经常用这种东西消毒，他早就习惯了。虽然有诸多的不满意，可是毕竟经济受限，没有办法。我们俩把自己的物品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就早早的睡了。可是刚刚睡下没多久，我和蒋小青就都闻到一种奇怪的臭味。那奇怪的臭味已经把巴斯消毒水的味道给压了下去，慢慢的布满了整个房间。咦，什么味道这么臭啊？半夜呢，我和小青都被那股味道给熏醒了。后来那味道越来越刺鼻浓烈，我和小青都受不了了，就爬了起来。小青有些随他妈，爱干净，她打开房门说一定要找到是哪里来的臭味。我也觉得这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，就跟她一起找。我们把客厅、卧室、厨房都找了个遍。你闻过尸体臭啊？小青更是仔细，连衣柜、橱子和冰箱都翻腾了一遍。可是那臭味的源头始终是没有找到。这臭味肯定是肉类腐烂发出的。小青分析，那个臭味应该是什么肉类臭掉的味道，或者是老鼠等小动物的尸体腐烂发出的。虽然半宿的翻找没找到发臭的东西，但我们还是发现很多不属于我们的东西，应该是上一个租户留下的。由于始终没有找到臭味的源头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继续住在这里，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。可是那个臭味并没有像我们俩想的一样，随着时间和通风越来越小，反而是越来越浓重，甚至像是有魔力一样，直往人的鼻子和脑子里钻。慢慢的，我们也摸出了规律，那味道白天就会很轻，每到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加重。所以后来我们把那个臭味源头锁定在我们俩睡觉的床下。之前我们俩忽略这桩床的原因是，这床是实体的，床下并没有空间可以存放任何的东西。可既然臭味源头就在这里，确实画挺丑的，我们俩商议，今天就算是拆了它，我们也要弄个清楚。我们把床单和被褥都叠了起来，把床垫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掀起来。可就在床单子被掀开的那一刻，我们俩都发现了问题所在。这种床垫子是那种两面可用的，在我们俩睡的另一面居然有一大片黄绿色的污渍。那污渍深深浸到了垫子内部，而那浓重的臭味就是从那里发出的。我们俩看到这个都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是什么能腐烂在床上，我们都能想得到。发现污渍的当天晚上，我们都没敢再在那张床上睡觉，到附近的快捷酒店睡一晚。后来我们再回去拿随身物品的时候，听邻居的一个中年妇女跟我们讲了那间房子之前租户发生的事儿。原来那个房子以前租给了一个单身男青年，可是后来他可能是煤气中毒，死在那个床上。由于没人发现，尸体在那张床上腐烂了整整1个多月。当邻居觉得臭味太大报了警，发现他尸体的时候，他已经跟床垫子粘连的分不开了。听到这里，我们俩别提有多后怕了，抓紧收拾了一下就离开了。虽然中介死活不给我们退租金，但我们还是远远的就逃开了。不过后来听说那间房子在远近出了名，再也租不出去，一直空着。而我也在那次可怕的经历之后养成了一个习惯，翻看着我所睡的每一张床的另一面。老板，您这里招人吗？
我走进肉铺，想要面试这个肉铺杂工，一进到里面就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。是啊，你要干啥？这肉铺老板是个黑黝黝、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壮汉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总是感觉自己见过的所有卖肉的都是满脸煞气。月薪3500，一天工作8个小时，行吧，不太难就行了。老板是个挺直接的人，说了工资和该做的事儿，就算是定下了。刚开始有些东西不会，您多教我。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，以前呢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选择的。可是1分钱难倒英雄汉，眼下也只好先糊口了。这活儿很简单，就是绞肉馅儿，这注意好安全就行了。行，那我试试。我们俩稍微说了一下工作细节，就算是完成了招工过程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开始了工作。其实这活儿还挺简单的，就是把猪肉切成小块，然后用绞肉机绞成肉馅。你刚偷偷的走我都发现了。由于好肉白天会现卖，剩下的一些碎肉要加进肉馅里，所以这活呢只能是晚上干。以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这样单调无聊又恶心的工作。可是人不得不对现实的社会低头，哪怕你心中有多大的雄才伟略，只要交不上房租，依然明天就要睡马路。所以任凭那些碎肉的血腥味和油腻腻的恶心手感折磨着我，也只能继续坚持了。老板姓罗，也是个外地人，就住在肉铺后面的2间房子里。这每晚呢，都会在隔壁的小饭店里叫上2个菜，喝大酒。我早早吃完就开始干活，可他一喝起来就没完，不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，绝不罢休。可更令我奇怪的是，他每晚喝醉后都会开始骂人，而且骂得很难听，显然是在骂一个女人。等着骂够了，也喝晕了，这倒头就睡。几次都是我把他拖到后屋的床上。就这样，我转眼就在这儿工作了10多天。一天晚上，他要出去跟几个饭店结账，在家好好看店，注意安全。没事，你放心去吧。十几天来越来越熟悉，他对我很放心，我也觉得他除了长得有些凶，爱喝酒以外，人还不错。交代我2声注意安全，他就走了。整个肉铺就剩下我一个人看店工作。由于他没在家，我为了图省事，就把肉块切得大了一点。我觉得自己很了解这种大功率绞肉机的能力。可是没想到，也许是肉里的小碎骨我们没有清理干净的原因，这绞肉机还是卡住了。看着眼前成堆等着绞的猪肉，我就有些心急。我突然想起，这店铺里还有一个绞肉机的，平时就放在墙角的架子上，我觉得那个肯定是备用的，就把它拿下来。这个绞肉机老板平时用油布包着，还挺干净。我简单一收拾就插上了电。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刚插上的插座，屋里的灯突然就闪了2下。我以为是这个绞肉机线路不好呢，可是发现它运转得很正常。接连闪了几下，灯泡又恢复正常，我也没再多想。害怕再把这个机器给卡住，我把刚才那些肉块又检查了一遍，改了下刀，又开始了绞肉。可奇怪的是，也就在这时候发生了，那个绞肉机嗡嗡的转了半天，却并没有出来肉馅，而是吐出了黑色的长丝，看上去很像是人的头发。我把那些东西从出料口里拽出来，这仔细一看，果然是女人的长头发无疑。说实话，这长头发这种东西，这长在女人头上很漂亮，可一旦剪下来拿在手里，就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感。
我看着这绞肉机里出来的头发，心里一阵阵的发毛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浑身突然一震，那感觉就像是被一阵强烈的电流打过一样，脑海瞬间一片空白。接着，我的脑海里就像是过电影一样，闪过一幕幕的画面。我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趴在案板上，而一个壮汉拿着刀站在旁边。接下来是一幕极其血腥的画面，那壮汉用刀把女人的尸体切成无数的碎块，然后压进了绞肉机，搅成了肉泥。当身体的所有碎块都被处理过以后，只剩下一个长发女人的头颅，而那个头颅却无法被填进绞肉机，长长的头发更是缠住绞肉机的齿轮。虽然说起来很长，但那些画面闪过我的脑子，就是一瞬间。我马上清醒过来，可低头一看，却发现眼前的绞肉机上真的放了一个人头。我吓得大叫一声，一下子坐到地上。啊！正当我被眼前恐怖的一幕吓得一阵阵的发懵的时候，突然背后一只大手按在我的肩膀上，我被吓得大叫一声，猛地转过头。你在这儿弄啥嘞？咋坐在地上嘞？原来是我们的老板收完账回来了，看到我坐在地上，并过来看我是怎么回事。卢哥，我刚被电打了一下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跟老板说了这个备用的绞肉机似乎是在漏电，而我刚才好像是被电到了。那个绞肉机，它……我刚想跟老板说我脑海里见到的一幕，突然回头发现绞肉机一切都正常，刚刚那一切好像都是我的幻觉。你这个混蛋，谁让你用这台机器的？而老板一眼看到我拿在工作台上的绞肉机，突然变得非常的生气。我这里庙小，就养不了你，再给你点辛苦费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了。我不知道这件小事为什么会让他这么生气，他以我不听话为由把我辞退了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不但给我结了全部工资，还余外的多给了我500。这件事我离开那个肉铺很久以后都没想明白，我觉得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秘密，但是我也不知自己又能做什么。中国